今天的话，我会跟大家来分享当下比较热门的幻兽帕鲁一键开服教程。又要说最简单了，最近制作的一键脚本来搭建。我们看一下这个脚本的功能有多么智能。幻兽帕鲁呢是一款 3D 的开放世界生存加宝可梦的宠物养成战斗为一体的游戏形式。目前呢也上手，我家里的机器性能太差，我也是用的一键脚本来搭建的。那搭建帕鲁服务器的话，大家可以使用 Linux 系统，乌班图、Debian、CentOS、Alpine 都是支持的。但是目前呢只支持 X86， 是因为它的 Docker 镜像的原因。两核4G 起步，这个配置要求还是蛮高的。不管你是国内的云服务器还是国外的云服务器，它的命令都是可以使用的。国外的话就是对应着 GitHub， 我已经把它开源在 GitHub 社区。所以呢，我们先开一台云服务器，我这边使用的是 Virtual， 它家的整体的性能还是比较好的，按小时计费，即开即用的。选择洛杉矶，因为洛杉矶的话对我们连接性是比较友好的。我们选择搭便12。如果我自己搭的话，我会使用 Alpine， 体积小巧，灵活轻量。但是呢，有一些命令呢不主流，所以我还是用搭便来跟大家分享。我这边呢就是两核4G， 备份关闭，给一个 IPv6， 它就开始创建了。我看市面上很多教程呢都是拿 Windows 搭建的话会比较麻烦，而且各种设置、各种下载都不是一键的。当然我也看了一圈 Linux 也有一键脚本的，但是体验都没有我这个好。它一定是市面上最优雅的帕鲁开服脚本。当你的服务器变成 RUN 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点击进入了。你的公网 IPv4 的地址，公网 IPv6 的地址，拼一下 IPv4， 开始菜单 CMD， 打开 Windows 的命令行，拼一下，它是可以拼通的。好，接下来我们连接 SSH， 大家可以去下载 SSH 工具。我使用的是这个 SSH 工具，点击下载。安装好以后呢，你就运行这个。设置配置，创建一个 SSH 连接，先给它起个名字，把我们的 IP 地址复制进来。SSH 默认的端口号是22 ，root 是我们的高级权限，使用密码来登录。那我们的密码在这边复制一下，好，输入进来，点击保存。我们运行帕鲁服，点击接受，我们就来到这一台 VPS 上了。这两个命令其实在国外都可以去使用的，只不过 Lion 的官网上的这个对国内是比较友好的。OK， 那我们回撤。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脚本已经运行了。当前的一个状态，帕鲁服未安装，没有开服，选择这个1来一键部署。年轻人就是这么不讲武德 ，Docker 容器装完以后呢，它就自动去拉取帕鲁的服务器源码，都是从 Steam 官方去拉取的。我也把玩了一会儿一开始没太玩懂，后来呢在场景里去收集一些材料做一个据点，你就可以去抓宠物了。这个游戏呢初期上手还是挺简单的有很多状态，比方说饥饿呀，还有寒冷这些很多设定都能看到其他游戏的影子。就因为缝合的这么优雅让这款游戏火起来了，就跟 LINE 的那个脚本一样。所以缝合怪不是一件坏事，只要能给用户玩家带来很优雅的体验就可以了。好了，这样的我们的服务器就已经开好了，你可以去到 Steam 上去下载这款游戏，我这边已经下载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服务器能不能去使用了。我已经听到声音了，选择这个专用服务器版本它是32人的，我们的服务器都支持32人。下面呢就样例给你删掉，我们生成的你的 IP 地址和端口，右键复制出来，粘贴进来，直接登录，我们就可以开始冒险了。状态已经发生变化了，你的帕鲁服务器已经安装，并且已经开服，这个你就可以分享给你的小伙伴他们有游戏的就可以直接去登录了。那我现在录屏，所以会很卡。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创建角色的界面我这个轻薄本真的是太难为我这个轻薄本了，是5-6年前的笔记本了。那你这边可以去配置你的角色的造型，你就可以开始游戏了卡呀，连接服务器是非常顺畅的哇，卡到爆！而且它汉化其实做的还可以刚开始呢，你要选择一个地点，昼夜系统做的也是还是不错的
那我们现在就已经算是进入游戏了，你就可以开始寻找探险了。可以开启、关闭、重启帕鲁的服务器，这3个主要的日常操作维护。看一下5，这个是可以看到你当前 VPS 的一个运行状态、资源消耗占用情况、内存占用情况。2.6个 G， 人多的话可能会更多一点占的。按一下 Q 啊，就返回。设置我们的虚拟内存。设置虚拟内存有什么好处呢？物理内存不够用的时候，那虚拟内存来凑啊，一般是比你物理内存要大2倍，会比较有优势。这个都是从 Lion 的工具箱里头拉过来的现成的功能啊。我们选择7，先导出游戏存档，它会以压缩包的形式存在。你比方说过了几个小时，你又想导出的话，那我们再按一下7，我们又存一个。我们在服务器的文件系统里看一下，它存在 Home 这个目录下， Game 这个目录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有2个帕鲁数据存档啊，最新的存档下载到你的机器上。对，你再找一台机器，然后依然把它放在 Home Game 这个目录下。如果没有 Game 的话，这边创建一个文件夹，创建，把你刚才下的这个存档拖进去啊，这就是迁移的过程啊，你就可以进行安装了。选择这个8，导入我们这个存档。导入存档的话要重启服务器的啊。我们这边如果重启的话，这块是不是会断掉？这块还没断。游戏存档已导入，服务器又开起来了。重启服务器的话，那你就会被踢出来。更有优势的就是9，你可以按周、天、每小时来保存。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每天3点备份数据。好，再接下来就更有意思了，编辑你的世界参数的，还是比较初期，很简陋，它是可以修改游戏配置的。登录的时候输入一个密码，那我们比方说123，小伙伴必须知道你的 IP 端口加上房间密码，它才能进入我们这个游戏世界的经验倍数，选择3，这样呢它就设置好，并且导入到游戏服务器当中，重启游戏服务器。 OK， 这样的我们的服务器又重启好了。我们去访问一下关于这个修改游戏参数的话，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改的参数，都可以跟 Lion 这边聊啊，我这边会加上去。好，我们再进一下专用服务器，把这个删掉，再进我们自己的，会告诉你有密码了啊，勾上密码，我们把刚才的密码输入进去。刚进去的话，这边的 CPU 占用是会有波动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关注的，你看到了吗？这波动还不小呢，一个人进来就这样的我们又回来了。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多几个小伙伴来一起玩的 CPU 占用的体验。好，我们选择 Q 退出。帕鲁服务器官方更新了，我们如何去更新呢？我们选择11，直接就更新了。所有的东西都是选择对应选项，一键帮你搞定。更新有什么好处呢？它会修复一些问题，比方说最近比较热门的内存长时间泄露的这种问题，也都是随着版本迭代啊，会逐步官方帮大家解决。关闭服务器啊，就是这么神奇，就是这么智能。好，我们服务器关闭了。游戏服务器虽然已经安装了，但是我们这边显示的是未开服，选择2啊，很快启动很快，但是关服是比较慢的。如果你还想要更多的实用的关于服务器使用的功能，你可以关注这个 K， 就是科技Lion的脚本工具箱啊，我们选择 K 回车。好，你就来到了一个灵魂联动的脚本。这边呢，你可以看到你当前服务器的一些信息，选择1。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当前使用的 Virtual。当前系统、当前的架构、什么类型的 CPU、几核心、当前的一个占用，还有你的流量，还有你当前的一个 IP 地址、时间等等，这些你都可以看到。这个是 Lion 的工具箱，着重看一下，这个就是梦幻联动的一个开始。我们选择 P， 我们又回来了。我们选择0，退出脚本，现在已经退出了。我们以后直接选择 P 就直接可以开始管理你的帕鲁服务器了。这就是关于帕鲁服务器开机并且日常维护的一键脚本，非常优雅，非常智能，欢迎大家去使用。那希望大家玩这个游戏玩得开心，我会随后在博客里头分享我的服务器 IP 地址、端口以及密码，大家来一起玩，32个人的，很爽了。对，还有一个小插曲呢，大家可以发现我这个端口号和官方的不一样。
为什么跟官方的不一样？是因为如果跟官方的一样的话，会有莫名的安全风险，可以对你的端口进行打击，很有可能有一些扫描脚本它可能扫这个端口，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大家的收看，未来有更好玩的关于 Linux 服务器相关的，都会在科技 LAN 的频道与大家见面，拜拜。